中国投资建设的瓜达尔港正式通航。在开幕仪式上，时任巴基斯坦总统谢里夫兴奋地说道：“今天标志着新时代的。”事实上，不怪谢里夫总统情绪如此激动，毕竟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瓜达尔港的建成不仅将为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而且还势必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瓜达尔港完全可以看作将巴基斯坦的未来与中国绑定在了一起，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巴基斯坦之外，俄罗斯竟然同样也对瓜达尔港的落地感到惊喜不已。甚至在中国尚未完全开发出它的潜力之前，俄罗斯就递出了合作请求，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突破口。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瓜达尔港在哪里？在中国对其进行开发之前，别说我们了，就连大多数的巴基斯坦人都对这个地方知之甚少。因为从地图上来看，瓜达尔港原本的位置就是一个位于巴基斯坦南部的小渔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会选中这样的一个地方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枢纽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虽然位于巴基斯坦境内，但独特的位置却使得其能够辐射整个印度洋区域。换句话来说，尽管现在建设瓜达尔港只事关中巴两国之间的合作，但在不久的未来，这却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是否能够走得更远的关键一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南部的瓜达尔半岛之上，是一座天然不动良港。它南临阿拉伯海航线直通非洲，朝西可以作为进出红海的中转站，北部则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只有不到400公里的距离，扼守波斯湾出海口，连通周围的一众海湾国家。除此之外，瓜达尔港西部距离伊朗边界仅有72千米，与阿富汗的边境也相隔不远。往北经由陆路出发，只需要16个小时便能够抵达中亚腹地。在历史上，由于同属伊斯兰教国家，巴基斯坦与伊朗、阿富汗等国的关系一直比较不错，因此瓜达尔港的建成无疑将使得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对之下，瓜达尔港与印度之间的距离就要远得多了，更别提中间还相隔着巴基斯坦重要的军事港口卡拉奇。而这使得瓜达尔港几乎不会受到印巴两国频繁爆发的冲突影响，港口安全上也能够得到极大的保证。总而言之，瓜达尔港不管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还是基于政治角度的考量，其都具备着绝无仅有的先天优势。由此足以见得瓜达尔港的开发潜力之大。事实上，早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初，有关于瓜达尔港的开发计划就已经被巴基斯坦当局提上了日程。但是由于国内经济的落后，加之社会动荡不稳，以及周遭大国的干扰，瓜达尔港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最开始的时候，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苏联与美国都曾先后尝试与巴基斯坦展开合作。不过，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破产，以及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美国霸权的抵抗，相关的计划最终都不了了之。直到2002年3月，在巴基斯坦的盛情邀请之下，中国开始出手，一切才迎来了转机。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20多年的发展后，国内经济情况已经大有好转，完全能够负担得起在瓜达尔港建设上的投资。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与邻为善的外交路线，使得中巴两国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所以中国的入驻自然不会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反对。于是，从2003年起正式开工，历经14年之久，中国累计投入337亿的建设资金，最终换来了瓜达尔港这座小渔村的华丽蜕变。自此，中巴两国的合作开始进入全新的阶段。对于巴基斯坦而言，瓜达尔港的建成首先便是带来了一大批实用性的好处，以至于有不少学者将其称为巴基斯坦南部地区的变革发动机。原本在瓜达尔港落地之前，巴基斯坦南部的交通运输、用水用电等一系列民计民生项目都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这毫无疑问严重拖累了巴基斯坦南部经济的发展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基斯坦想要重振经济形势，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办法吸引外资进入，而瓜达尔港显然能够成为那根胡萝卜。根据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仅是在瓜达尔港开通的第一年，即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巴基斯坦就吸引到了外国累计投资24.1亿美元，打破了自2008年以来长达10年巴基斯坦外资市场低迷的情况。与此同时，资本的涌入还带动了巴基斯坦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创造了许多的就业岗位。根据专家的推测，在未来8到10年的时间里，瓜达尔港的开发至少能帮助周遭地区解决200万人次的就业问题。这对于改善巴基斯坦南部落后的经济形势，缓解国内紧张的政治宗教矛盾，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站在中国的立场之上，瓜达尔港开通的意义就要更加深远了。据统计，在中国进口的石油当中，有 60% 都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再穿越马六甲海峡海运回国。
在正常情况之下，这条航线自然能够支撑起中国能源进口的任务。但是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美两国博弈的日益激烈，一旦美国强行掐断航线，必然将对中国能源进口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在瓜达尔港建成之后，中国的石油进口就多了一条陆运的选择。当中国石油运输船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不再需要南下阿拉伯海，可以直接停靠在瓜达尔港，并以此为起点，穿越巴基斯坦境内运往中国新疆。在这条路径之上，美国几乎无法对中国能源进口采取任何卡脖子的措施，中国自然也就摆脱了美国所带来的威慑，更别提其还能极大的提高中国石油进口效率，降低石油进口成本。瓜达尔港除了能够保障中国能源进口的安全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战略空间。一般而言，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战略防御纵深以及相应的地缘影响力。但是近些年，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以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不断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试图缔造所谓的三道岛链，封锁中国。在南亚地区，印度又素来将中国视为自己的假想敌和赶超对象，不仅多次切断了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还试图侵占藏南地区，并以此为根基称霸南亚。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背景，中国除了保持战略定力之外，也势必要在其他方向上寻找突破口。于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的瓜达尔港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的最佳选择。一方面，这里不仅能够避免与美国等区域大国产生严重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其也能够同时提升中国在南亚、中亚两个方向上的话语权，打击印度的野心。而这实际上也正是俄罗斯为什么会将瓜达尔港同样视为自己突破口的原因所在。如今客观来讲，俄罗斯面临的美西方的制裁打击比起中国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俄乌战争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俄罗斯想要解决眼下的困局，势必要改变过去一股脑向西的外交策略，其中向东转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目标。除此之外，开辟南下的通道对于俄罗斯来讲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2016年11月26号，继瓜达尔港正式通航后不久，俄罗斯便主动找上中巴两国，表露出希望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意愿。甚至为了展示诚意，俄罗斯还明确将提升与巴基斯坦当局的防务关系，加强双方的军事贸易合作。要知道，在以往，俄罗斯一直都是印度最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之一，而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几乎已经到了一点就着的程度。所以当这条消息对外公布后，立马就遭到了印度的强烈不满。但最终在深思熟虑之后，俄罗斯仍然毅然决然地与巴基斯坦展开了合作，由此足以见得瓜达尔港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不怪俄罗斯会选择抛弃印度，毕竟在美西方的层层围堵之下，印度过去摇摆的态度以及屡次坐地起价、大发俄难财的行为，早已使得俄罗斯认清现实，想要摆脱困境，唯有自救。站在这个立场之上，能够连通南亚、中亚，破解西方海运制裁禁令的瓜达尔港，在俄罗斯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会比印度要高上几分。如今，伴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逐渐完善，瓜达尔港的潜力还在被不断发掘。当然，这份成果不仅仅是只属于中巴两国的，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了这一切的受益者，相信他们也不会是最后两个。只要我们坚持自己所走的正确的路，时代终究会给出我们想要的答案。美国将中国视作威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这些年来，中国也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美国这样的敌视。有一些美国网民对此却并不理解。在美国的某问答网站上，一些美国网民便发出了提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却不害怕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呢？中国又会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呢？中美两国之间这场激烈的博弈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联系。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非常迫切的需要来自美国的各种援助，而美国也急于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结局中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合作伙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时不时还会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直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美国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万事依靠美国的小伙伴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要求打压和抵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2位之后，这让美国人感到更加恐慌不安。于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就此开始。
美国不仅全力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发展，同时也通过加征高额关税的方式，禁止中国的产品直接输入美国。以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他们的确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很快，中国人就找到了在这场博弈当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我们通过扩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逐渐掌握了对美博弈的主动权，同时有效地弥补了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我国企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美国人逐渐发现，中国原来并没有那么好对付。在连续几年的制裁和打压手段之下，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弱，反而是美国在脱离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之后，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原先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和工人都要靠着对华贸易吃饭，在中美两国爆发了经贸冲突之后，这些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就失去了饭碗，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中国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美国接二连三发起的对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中国也很快拿出了反制的手段，而美国也展现出了孱弱的一面。似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也真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第一个反击手段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自从美国加强了对我国的打压措施之后，中国选择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来增加美国的金融压力。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不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如今，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运转资金全部都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美债也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甚至还相当于美国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抛售美债，无疑大大削减了全世界金融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又一次选择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动作。经过这一番动作，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已经下降到了7684亿美元。更有意思的就是，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紧跟着中国的脚步开始抛售美债了。尽管日本在抛售了220亿美元的美债之后，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依然超过了11000亿美元。中日两国接连抛售美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第二个反制手段来自于贸易管控。根据我国新出台的稀土资源管理办法，我国政府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对稀土资源出口工作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打击稀土资源走私活动。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企业想要造出举世闻名的装备，就必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宣布对稀土资源加强管制之后，许多美国的军火商立刻就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稀土贸易供应链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可偏偏美国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将这两个国家统统拉黑了。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斩断了自己的手脚。中国的第三个反制措施来自于文化交流领域。今年我国已经宣布对数十个国家的公民采取了免签措施，这无疑是在西方世界里释放了一颗重磅的文化炸弹。来到中国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西方国家媒体此前针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妖魔化宣传，在这些现实面前全部宣告破产。当西方各国的民众看到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比如，有外国网友就在国外知名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指责美国某些地区的治安环境过于糟糕，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无能所导致的结果。面对中国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反攻，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拒绝中美双方的民间交往活动。我们在观察了目前中美两国的政治态势之后，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当前主导美国政治局势的政客大多都崛起于冷战期间，甚至包括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也经常会说出一些冷战时期的旧观点。这些政客的头脑里还保留着大量冷战时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上更加强大的苏联，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中国不是苏联，也不会成为苏联。苏联在上个世纪与美国进行了数十年的争霸博弈，但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同美国竞争，而是想让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奉行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中国推行的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外交策略。在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彼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外交团队才会不断地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中倡导和平与谈判，尽可能地帮助各方凝聚共识，避免冲突。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做的这一切的确触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的根基。于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与美国竞争全球霸主的位置。8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反间谍战略文件，也只不过是这场世纪性的博弈棋局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它改变不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的颓势，改变不了全世界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只是对当前的世界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国际政治现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的声音。只不过中国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成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挑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做斗争。放眼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在全心全意地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也只有中国才拥有完全颠覆旧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魄力。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也看得无比清晰。所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中国的身后站着的是全球几十亿渴望公平与发展的民众，而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精英主义者未来一定会淹没在世界人民的浪潮之中。未来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当前所做出的一切挣扎，都会成为旧世界秩序的葬送曲。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光明的体系，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